马加什国王的金毛羊。普鲁士国王拜访马加什国王，他们一见如故，向对方问好。普鲁士国王说：“我听说您有一只金毛羊。”“是的，在我的羊群中有一只金毛羊，并且我有一个从来不撒谎的牧羊人。”普鲁士国王说：“我让你看看，他会撒谎的。”“不会的。”马加什国王说：“他不会撒谎，这不可能。”“但我会让你看到他会撒谎的。因为我去骗他，他就不得不撒谎。”马加什国王说：“我跟你打赌，他不会撒谎。如果输了，我把王国的一半分给你。”普鲁士国王说：“如果他不撒谎，我也把我的王国的一半分给你。”好了，他们就握手约定了。普鲁士国王说了句晚安，就去了他的住处。在那边，普鲁士国王换上了农民的衣服，去了农庄。他跟牧羊人打了招呼，牧羊人很欢迎他。“欢迎您，普鲁士国王。”“咦，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怎么知道我是国王啊？”牧羊人说道。“我从您的话里听出来的，您是个国王。”普鲁士国王说道。“我给你6匹马，6辆马车，还有很多钱。你把金毛羊卖给我吧。”“哎呀，就算您把全世界给我，我都不能给您，因为马加什国王一定会绞死我的。”就算普鲁士国王答应给他很多钱，牧羊人还是坚决不同意。普鲁士国王伤心地回到了他的住处，他在那儿唉声叹气。他的女儿说道：“您不要伤心难过，我带着金子去骗他。”他带了一小箱金子和一瓶葡萄酒，想去骗牧羊人。但牧羊人对他说，他并不缺钱。如果金毛羊没了，马加什国王会绞死他的。女孩不断地说服他，诱惑他。他提议将红酒喝掉，牧羊人同意了。不过他让女孩先喝，这样他才能确认酒里没有毒药。牧羊人非常开心，他突然对女孩说，如果他同意跟牧羊人一起睡觉，他就愿意把金毛羊给他。但是金子他不要了，因为他已经有了足够的钱。女孩没有考虑太久，就和牧羊人在一起过夜了。后来，女孩对牧羊人说：“你把羊皮剥了，把肉吃了，反正我也不需要肉，我只需要它的皮。”女儿高兴地把金毛羊的皮带给她的父亲，她的父亲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他的女儿成功地骗了牧羊人。到了早上，牧羊人很难过，他怎么和马加什国王交代呀？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把棒子戳在一个虫洞里，把帽子放到棒子上，然后稍微往后退了点，向他行礼问好。他把棒子上的帽子当成国王。国王说：“农庄最近怎么样啊？”牧羊人接着说：“那里倒
他被狼吃了。牧羊人被自己说出口的话吓了一跳。你撒谎！如果真的是如此，狼会把其他的羊都吃掉的。他把棒子拔出来，再次上路回家，准备去见国王。他走啊走，又找到一个虫洞，又把棒子戳进去。他把帽子挂在棒子上，然后跟他问好。作为国王的帽子说：“农庄最近怎么样啊？”没有什么，只是金毛羊在井里淹死了。你撒谎！国王说：“如果真的如此，其他羊也都会这样淹死。”他又拔出了棒子，继续走回家。第3次，他也找了个虫洞，把棒子戳进去，把帽子挂上面。作为国王的帽子说：“农庄最近怎么样啊？”金毛羊被偷走了。你在撒谎！因为真的如此的话，其他的羊也会被偷走。他把帽子拿下来，接着走到了马加什国王的王宫。普鲁士国王与他的女儿正在餐桌前坐着。牧羊人进去，跟2个国王与公主都打了招呼。普鲁士国王已经把金毛羊的羊皮带到了马加什国王那里，现在他们都等着看牧羊人会不会撒谎。如果撒谎，马加什国王会失去王国的一半。马加什国王问他：“农庄最近怎么样啊？”没什么，我只是把金毛羊换成了一只美丽的黑羊。马加什国王听了很高兴，但他说：“那你把黑羊带进来吧。”牧羊人说：“他就坐在2位陛下的中间。”好样的！马加什国王对牧羊人说：“你没有撒谎。那么，我把赢过来的普鲁士王国的一半送给你。”好吧，普鲁士国王说：“我也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，反正你们已经在一起了。”牧羊人就这样成了普鲁士国王。